周扬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副董是请求他陪傅婉宁参加宴会，两个人一起出席宴会的话，那是给别人说是非的机会。他还没有拒绝，傅婉宁就说道：爷爷，我自己去就行，不用麻烦周总，我会带着保镖和秘书前往，他们会保护我，况且我参加宴会一般都不会喝太多的酒，这在东城并不是秘密，也没有几个人敢劝我喝酒的。她虽是个女孩子，从小跟在爷爷身边，10几岁便开始学着做生意算起来在商界也混了10几年的，积攒了威严，又有傅氏集团当后盾，身份地位摆在那里，没有人敢看轻她，甚至很多人不敢招惹她，知道她不是省油的灯。算计她的人是有，多是她的亲戚，他们仗着亲戚关系才敢算计她，想让她和某个男人生米煮成熟饭，不得不嫁，他们好拿捏她，觉得因为亲戚关系，事后就算她生气，也还要念着亲戚之情，不能针对他们怎么样。特别是她的舅舅和阿姨们，傅婉宁去舅舅家里，连喝杯水都要亲自动手，就怕被算计。不过她通常不会去舅舅家，就算去了也是放下礼品略坐片刻就走，每天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去探亲戚？一年也就过年才会陪母亲回一趟娘家，平时都是母亲自己去的。傅董瞪着孙女：你懂什么？平时没有人敢对你不敬，那是忌惮爷爷护着你，一旦爷爷不在你身边，什么牛鬼蛇神都敢对你不利了。保镖和秘书还是护不住你的，得有个强大的人陪着你去才护得住你。周总就很合适，周总在我们东城市低调，但提起周总的身份，谁不知道周总的分量？这丫头真是的，她极力给他和周扬制造独处的机会，他却拒绝了，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！周扬来东城的次数很少的，这次是生意上的事，他才会过来。他不抓住机会和周培擦出火花，周扬这么好的男人就要被别人抢走了。多少人盯着周太太这个位置呢？爷爷，傅婉宁黑了脸，我有那么软弱吗？若是离了爷爷，我就是任人欺负的主。爷爷敢放心将傅氏集团交给我吗？爷爷不能为了撮合他和周扬就刻意弱化他吧？他一点都不输于男儿，我就你一个孙辈，不管你能力强弱，傅氏集团都只能交给你傅婉宁。爷爷要是觉得我太弱，撑不起这个家，大可以请职业经理人，我只管花钱不用上班了。那可不行，我还是更信自己人。你也没有那么弱了，守城还是绰绰有余的。爷爷放心将这个家交给你，但你一个人撑着还是太累，要找个好帮手才行，帮帮你，让你有个机会喘口气，不至于累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。爷爷，我要是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，岂不是死翘翘了？就这样说定了，爷爷身体不舒服，今晚的宴会我带着秘书去就行了，爷爷安心回家休息，不用担心应酬的事。我又不是第一次参加宴会，用爷爷的话说，就他一个孙辈，他从小到大是被爷爷当成孙子来养的，什么风浪他没有见过。傅董求助地看向周扬，周扬不想爷孙俩继续斗下去，鬼使神差地说道：我也是要多点接触东城的商界大佬，傅董既然给了我这个机会，我岂有辜负傅董好意的。傅总，我晚上不加班陪你去参加宴会，到时候还要麻烦傅总帮我介绍东城的老总认识认识。话说完，想后悔也不行了。周扬倒是没有后悔，就是觉得自己此刻心软了一点，没有继续看戏。傅婉宁霍地看向周扬，那眼神带着点责怪，责怪周扬答应了爷爷的请求，等于是开了个口子，以后爷爷会经常提出这样的要求的。周扬笑了笑说道：傅总要是不想让我陪着也没事，咱们各走各的，就是我没有收到邀请函，可能会被东道主拦在宴会场外，那样就丢脸了。傅董赶紧说道：哼，怎么会，我会将我的那份邀请函给你，让你持着我的邀请函过去，我也会提前打电话给老林告诉他原因的，只要周扬答应了就行，其他事都是小事情。老林跟他是老朋友，知道他心急挑个孙女婿，只要是林家办的宴会，都会给他爷孙俩各送一份邀请函，邀请爷孙俩参加，也会宴请本市的青年才俊，让傅董在宴会上挑一挑。老林说他是看着婉宁长大的，
也希望婉宁能找到如意郎君，感叹自己孙子比婉宁小了近10几岁，年龄差距太大，两家难以结亲，否则老林早就定下婉宁做孙媳妇了。好，傅董连声向周阳道谢，还冲孙女眨了眨眼。傅婉宁无奈至极。饭后略坐了片刻，周阳和傅婉宁一起离开的酒店。傅老爷子竟然撒谎说自己身体不好，需要休息了，傅婉宁就让爷爷回家休息。傅老在保镖团的簇拥下离开酒店，坐专车回到傅家老宅，在屋门口遇到了要回娘家的儿媳妇。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傅太太看到公公回来了，很是意外，平时公公都要深夜才会回家，看到爷爷年纪一大把了，还要为了家族事业加班加点，傅太太有时候也会自责一下，自责自己没有本事，不能替婆家分摊重担。还好她的女儿成才了，能帮公公分忧解愁。我身体不太舒服就回来了，你这是要回娘家？傅董看到儿媳妇两边手提着大包小包的，猜到儿媳妇又要回娘家，只要回娘家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儿媳妇都会提着大包小包回去。这点东西傅董不在乎，无非是一些营养品，他傅家家大业大，还是送得起的。贵重的东西都有登记造册，儿媳妇就算想往娘家搬也难。好东西是留给他孙女儿的，可不能让儿媳妇贴补娘家了。这也是傅老爷子将家里贵重物品登记造册的原因，不是他想防儿媳妇，实在是儿媳妇心软，容易被娘家兄弟姐妹说服同情他们的不容易。想回去看看爸不舒服。傅太太关心地问，爸怎么啦？要看医生吗？我打电话让家庭医生来一趟。他跟着公公回到屋里，将那些准备带回娘家的礼品随手放在茶几上。傅董扫了两眼，看到都是一些营养品，人参、燕窝之类的。张家那边都不用买这些营养品，只要没有了，打电话跟他儿媳妇说一声，儿媳妇就会屁颠屁颠的给娘家送回去。若只是孝敬亲家，傅董没意见，为人儿女的孝顺父母很正常，但儿媳妇拿回娘家的东西，基本上都是被亲家的其他儿女瓜分了，留给亲家的很少或者没有，需要时又打电话给儿媳妇。这么多年来，张家习惯了啃他的儿媳妇，因为傅家的家庭条件最好，傅家又只有傅婉宁一个孩子，张家眼红傅家庞大的家产以后都是傅婉宁的，而傅婉宁又跟舅舅家不亲近，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姐妹从傅家要点好处。那些营养品如果是他们自己买的话，按照他们吃的速度来算，一个月能吃掉几10万块钱。没事儿，就是累的休息休息就好，不用叫家庭医生。傅董阻止儿媳妇叫家庭医生，他又说道，姨曼，你作罢，有些话想和你说说。傅太太的闺名张姨曼听到老公公这样说，她有点紧张，也有点心虚，因为她听从哥哥的话，给女儿安排相亲的事。女儿拒绝了，她还让相亲对象去了东城大酒店。后续的事她知道，唐先生惹毛了他家闺女，他哥哥却打电话给他，抱怨他是一片好心，却被外甥女当成驴肝肺了，又指责他这个当妈的没用，管教不了女儿，没有教会女儿应该尊重娘舅。张姨曼不敢指责女儿，但哥哥抱怨了他，就想着赔礼道个歉，于是从家里拿了些补品，准备回娘家一趟，向哥哥赔个礼道个歉吧。什么事？傅太太问道。你坐下。哦，傅太太小心地在公公的对面坐下，等儿媳妇坐下了，傅董问他，亲家身体最近还好吗？亲家的年纪跟他差不多，但他还在撑着傅家，亲家却早早就退休了，在家里含饴弄孙，哪怕张家的生意走下滑坡了，亲家也没有重新出山，只是来求过他几次，求他要拉张氏一把，不要让张氏破产倒闭，说他们张家就靠着公司生活。看在两家是亲家的份上，主要是儿媳妇重情，儿子意外死亡时，儿媳妇还很年轻，她可以心狠地打掉孩子改嫁的，但她没有，她不顾娘家所有人的反对，坚持生下了儿子的遗腹女，几十年来也都守着儿子的亡魂度日。傅董一直包容儿媳妇儿，就是念在儿媳妇坚决给儿子给傅家留了个后。婉宁也很优秀，能撑得起整个傅氏，她死
也能瞑目。所以这几十年来，傅家一直拉着张家，儿媳妇补贴娘家，他也睁只眼闭只眼。横竖只是一些补品，儿媳妇手里又没有大钱，权力也限于在内宅外面的事儿，儿媳妇做不了主，也插不了手。但是张家那边老是想通过婚姻来拿捏他的孙女儿，傅董实在忍不住了，不是一次两次的事，是无数次了。再好的脾气，再大的恩情，他都忍不下去了。谢谢爸的关心，我爸妈身体挺好的。傅董点点头，了一声说道，亲家身体好，我就放心了。你3天2头就给你爸妈送补品，他们身体要是不好，都对不起你的一片孝心。这话落地，傅太太的脸色就变了，变得通红。她红着脸小声说道，爸，我以后会少往娘家拿东西的。姨曼爸不是说你好往娘家拿东西，你做女儿的孝敬你爸妈是应该的，只是你的兄弟姐妹你就没有义务了。傅太太的脸更红了，好一会儿她才小声说道，他们条件没有我好，我们家里不缺这些补品，吃都吃不完，我怕过期了，就拿点回去给他们吃。爸，你要是不开心，我以后少拿点。姨曼，你要帮助你的兄弟姐妹，爸其实没有意见的，但要看帮的值不值得。你总是帮着他们，他们却想着算计你的女儿，想着算计咱们家。姨曼爸没有要求你和你的娘家切割，但你是我傅家的儿媳妇，婉宁是你唯一的孩子，你们母女俩才是最亲近的一家人。你要将自己的小家，将你和女儿的利益摆在第一位，而不是将你的娘家兄弟姐妹摆在第一位。他们有他们的家庭，他们也有手有脚，能上班赚钱，没有一个人失业，每个人每个月都在领工资，以他们的收入养他们自己的家庭完全没有问题。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比不上咱们家，但却超越了全国90%的家庭了。从你嫁入傅家，从你第一次给他们拿东西，至今将近30年了，每一次拿给他们的东西值多少钱，你清楚的将近30年，这笔数算起来是多少？结果呢？他们不知感恩，反而通过你利用你，想拿捏我的孙女，你的女儿。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婉宁的婚姻大事，不用你们操心，不用你们再插手，我自有安排。婉宁也有自己的主见，你都管不了，更不要说让你的娘家兄姐们管了。他们给婉宁介绍的男朋友都是什么货色，你真的清楚吗？姨曼，我们家就只有婉宁一个孩子，她的婚姻是大事，不能将就，不要因为她28岁了，你就着急劝她随便找个男人将就过，她足够优秀，值得更好的。她舅舅阿姨介绍的所谓优质男，哪一个有真本事？全是只会花钱的二世祖，他们的目的是娶了婉宁就娶了傅家所有的家产，冲着咱们家的家产来的。傅家的一切以后都是交给婉宁的，可以说他们盯上的是你女儿的家产，是你女儿的利益，你难道舍得你女儿的利益被别人侵占了？傅太太脸色煞白，